来看看，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来自于冰西瓜给大伙儿表演的洛克人 Zero 系列的这个第4代啊，也是大伙儿比较知名的一个这个版本。然后呢，因为是 Zero 系列啊，这个所以说洛克人吧，大伙儿都喜欢是玩洛克人的啊。Zero 系列呢，因为它是近战的啊，就是感觉就是这个按理说应该是它比较牛逼系列，但是它居然它也是可以蓄力发这个炮弹。我们对这个剧情啊，我狼并不是很了解，因为小的时候我狼根本就没有 GBA 啊。咱们的这个一路都是有点这个赶时间的路子啊，所以说就这么说。因为 Zero 系列呢是我比较喜欢，我小时候我还玩 PC 版的这个洛克人插带系列啊，比如说洛克人叉4、叉5之类的，也玩了不少。洛克人是我小时候为数不多啊愿意去花钱去玩的这么一个游戏啊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因为洛克人呢从 FC 开始啊，就是非常的有意思，而且会有一些隐藏的这个机甲、隐藏的装备，甚至是隐藏的角色，以及啊这个比如说给武器升级。你看像它这个版本呢有主武器、副武器，由于是中文版啊，咱们还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的。像刚才这个呢，应该属于这种隐藏地图啊。我们现在改一下啊 ，GBA 版本啊，洛克人啊 Zero。Zero 4代啊，这个时间是比较长啊，但是因为咱们洛克人剧情一般都不短，你 FC 游戏也是最起码点是30-40分钟嘛，何况是咱们这种这个掌机啊，这个游戏因为洛克人版本特别多，很多人问我小蓝你解说洛克人解说过几代吗？我 FC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超刃的，然后 MD 的，这都解说过的啊。好，咱们剧情的话呢，虽然说是速通啊，所以说咱们大概看个大概就好了。所以说就是基本上还是拯救世界。然后呢，这个我记得当年解说这个 Zero 的时候啊，就是好像那个洛克人啊，好像是复活了，复活之后呢，好像是被黑化了啊，对，可能是被黑化了。然后它这个剧情呢，可能每一代又不一样。我们跳着说啊，因为刚出这个记录，我们打开看的，陪大伙看一看。这里面呢，所有人都是带有机甲的这种感觉啊！你看这些小妹儿，也是有机甲的这个路子啊！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怪物都不是生物啊，就你打的小兵，它都是，对吧？都是这个相当于这个机器人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比较好。洛克人也解说过了，其实我玩很多游戏玩的都不是很好。好的，直接传送到刚才那个属于入门关啊，入门关。基本上我们像这种洛克人游戏，一般都是搜集，先是把所有的这个小 boss 都打死，然后搜集它的这个什么这个武器系统，是吧？就算选 Zero 也是差不多有技能的啊。就咱们选这个，咱们选这个近战的这个，对吧？也是一样啊。比如说我记得当年我玩的那个版本应该是土星机器的一个版本啊。然后它呢也可以，比如说你打败一个 boss 可以学会它一个技能，比如说跳起来可以朝下拿一个兵。你要如果打败那个火的那个 boss， 可以有升龙那个刀刃，然后还有2级跳啊，这都是加的技能。2级跳还有空中可以转圈的斩啊，这就是有点像这个旋转斩。然后同时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技能，反正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跟着这个走 ，OK。当然咱们这个尤其是掌机啊，掌机的话呢，可能咱们分辨率看起来没那么好，但是还是很清晰的，因为都是模拟器嘛。现在咱们掌机也是模拟出来的，但是这个玩的呢不是很规啊。正常的咱们的玩家可能玩起来呢比较喜欢这个把这个小兵全清了，清完之后呢咱们再来。好了，主武器咱们换成了这个激光剑。OK， 直接 warning FBI 啊FBI 这个特别好了，砍这个机甲头，跳 A， 攻速很快。它这个跳 A 只能跳起来 A 一下，但如果说是那个旋转的那个，你可以跳的时候可以直接就是那个唰一转啊。感觉敌方的血量非常厚，追着打。噔。OK， 这有蓄力斩啊，蓄力斩的话也一样。其实你蓄力的那个发射那个光波，发射那个蓄力球和那个蓄力斩想法是一样的，增加伤害嘛啊。哎，好，有炮了啊，这个蓄力炮，回身一炮直接打爆。
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蹲下？我不太清楚啊。好，传送倒数2、1，直接从2开始传送啊，传送回来，辛苦了啊！这是有剧情的啊。其实那时候做游戏，如果要是有灵魂配音，你们会觉得怎么样？对吧？如果每一个角色真的有配音的话啊，当然是有配音，说实在的，确实太浪费这个，就是说白了费钱费得多。你们觉得就是找人配音好像很便宜的样子。现在你看那个王者荣耀找人配音，那也是几千块钱一条，就一句话，几千块钱，就你觉得差那几千吗？按理说是不差的，但是你要做一个皮肤，你想想，你还得找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李白的那皮肤那么多，每一个皮肤每一句话你要找人家配音，对吧？可能李白的可能咖位大一点，那可能就好几万一条，能理解我说的吧？啊，所以说配音还是挺贵的啊。OK。然后这个身后呢，给你一个小能量球，有点像这个小宝宝一样啊。这个 Zero 不叫 Zero， 应该叫0是吧？但是呢，咱们音译过来，它这个音译叫杰洛，反正音译嘛啊，是不是音译？杰洛是音译的吧？没说错吧，兄弟们？好，有这个宠物了之后，可以把这个怪定住，看没看见？挺好的，这有点像那个闯关游戏的那个3个奇迹里面的陆战篇，那有点像的啊。好，感觉目前还是要有一些隐藏的地图，我记得可以让自己的升级啊。当时我特别喜欢在电脑上玩洛克人插带系列。但是我技术菜的跟狗一样，啊，菜的跟狗一样，没通过关啊。就是咱们特别想要给自己的装备升级嘛，就是咱们很多人玩那个传奇呀、玩什么网游都一样，是包括梦幻西游，都是想把自己的这个就把这个自己的什么装备啊、技能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记得玩热血传奇官方，我就特别想，对吧？就是战士有1个半月，道士呢就不用多说了，一个狗叔没有狗叔的道士，哇你妈，是吧？就一个狗道，非常厉害的，对吧？然后再就是什么呢？再就是，再就是像什么，法师、魔法盾，哇，学技能，可自己整一个祖玛套。很厉害啊！哎，这个生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！感谢我们小暴龙哥一手大金卡支持我了，还差3个人头啊！生化危机呢，我只能让玩家去玩，我去解说，我真的没有那种技术啊。而且《生化危机》呢，它有点像第3人称视角的这种游戏，说是射击呢，但是呢，又不太考验射击的技术啊，考验你的走位，考验你的这个时机。我不怕玩恐怖游戏啊，兄弟们，我不怕玩恐怖游戏，只要这个恐怖游戏不是那种突然跳出来吓唬你一下那种，我是完全不怕的。突然吓唬你一下那种，我并不是说不是说我害怕，我就觉得精神病。它主要是靠音乐、靠音效，然后靠突然吓唬你一下那种游戏，我觉得特别低级。包括电影我也不喜欢看，偶尔还行，是吧？偶尔还行。我不会解说《生化危机》，就跟我不会解说这个洛克人是一样的，但是我陪大伙看，对吧？我操，这一下砍2半了，这砍出这个印记来了啊！如果说有这个玩完呢，就是最好呢，还是把一些他玩的玩法的介绍发给我，我这样呢有视频了啊，当然视频最好是清晰一点，然后呢根据这个视频我看一下简介，然后呢说一说，最好是正常流程通关。
不需要进这个进那个，什么速通，什么卡 bug， 对吧？先是把原本的剧情说一下，啊，正常玩。我记得那时候用那个逃生，对吧？我也看了，有好多人逃生可以卡 bug， 过这个图过那个图啊，感觉卡 bug 的话不好理解。你像我狼，你不会，咱们陪着看剧情。如果是从正常方式通关还好一点，如果看剧情的话啊，就得是那样的。恐龙危机，行啊。如果说正常的游戏啊，我可以去看一看的，了解一些游戏的背景。其实生化危机还好点，我尽管不知道游戏的就是那个流程啊，我真不知道，但是我还毕竟知道什么里昂啊。什么挨打王啊之类的啊，这些我还了解，最起码我还看过电影，我还看过那个 CG 版的那种电影，对吧？也知道这个什么保护伞公司啊之类的一些事儿。咱们讲故事也吹吹牛逼也还好一点，什么浣熊市啊之类的啊。2和3的重置版啊，那就不知道了，有的不让播，我是真没办法。好，小妹儿是雪儿啊，咱们刚才那个地方好像是水，这里面选择近战武器，这是冰龙啊，这是冰龙，感觉好像这个 BOSS 目前来看的话，它是没有这个没有血管啊。好，感谢芳华哥的一手大金卡。感觉现在咱们这个你看，有主武器、副武器，然后呢血条，还有这个等级。咱们血条挺肉啊，其实看起来挺肉的。最好是有清晰、没有水印的视频啊。然后抽时间播一播，你看我播这个洛克人就没啥人看，对吧？其实我播生化危机也好，大多数人看我狼，要不就拳皇，无论是97啊、98呀、2000呀，对吧？都还好。哪怕是我玩一个改版打大蛇，或者玩什么99，它人气也点实话实说。你看现在我玩这个。我解说这个游戏，你说它好玩吗？你说动作华丽吗？我个人感觉挺好啊，挺厉害的啊。但你看人气就看得出来了，这不是我在跟大家伙说抱怨人气的问题，有的人就不愿意看，对吧？但是你得耐得住这个寂寞啊！你现在想跳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，那就是没办法，那就是说，对吧？你就得坚持，你得耐得住没有人气的这个寂寞。像有一些从现在开始干的那个游戏主播的，他可能一天只有2、3个人看他一播都得播1天，很难的啊。仅限1和2，如果斗鱼能播的话，你就发给我，但是最好是发给我这个无水印的啊，不是有水印，其实有没有水印倒是次要的，主要是有无水印的，尽量是无水印的嘛，对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你 B 站也行。啊 ，B 站也行，它最好是清晰，最好是不要把一些特殊的东西挡住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像那个有一些，比如说那个对吧，有水印的，把一些关键部位挡住了，可能观感不太好啊。它不是说咱们可以要声明一下作者是谁，比如说文哥啊，那我自己家人都无所谓的啊，但是就是怕这个挡住了关键的信息，影响美观。我上传的时候还得对吧，遮盖一下啊。OK。现在这边还有什么能量槽、负能量槽之类的。好，这里面蓄力的话，你看有这个蓄力的%多少啊？感觉玩 GBA 就是收集卡片的。你要是玩这个，就 GBA 系统就是没有分数系统啊，不知道为啥不设计。你包括你玩那个什么合金弹头 GBA 的那个合金弹头 A， 对吧？名字就叫合金弹头 A 啊，就叫合金弹头 A。然后呢，它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啊，就是没有分数系统，就是 GBA 就是没有分数系统啊，就是设计的非常逗啊。刚才我们是那个忍者神龟也是，你看，即便是忍者神龟啊，咱们的人气可能也跟现在一样，就是说白了，可能
这个游戏就是大多数人，你播三国战记，你往死播，你今天晚上播一晚上三国战记，它的人气都不会太差。就比如说三国战记的这个，尤其是三国战记1代，合金弹头、恐龙快打，哎，或者说一些名将啊什么的游戏，你像播这个确实很皮的啊。好，这是一个旋转水晶。要明显看得出来是要砍中间才行啊！感觉跟这种小 boss 你跟着他就是生跟他拼打就行。好多玩家吧就老害怕受伤，然后呢就越龟吧越挨揍，越挨揍越受伤，然后就有的时候不如就跟他拼了，真的有的时候不如跟他拼了啊！好，换成炮了，直接一炮打死。你看现在这个游戏感觉说。就尤其你播着啊，很多人说我跟你说最难受的就是有一些小伙伴，我让你天天播这种类型游戏都没有人看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我说更伤人啊，更伤人。即便你想跳一个新的领域去，你也没办法，你会发现好多人我操贼伤人，说话关键是贼伤人。按理说应该鼓励一声。所以说呢，你看你核心内容是什么？如果我是一个又能叭叭，还能讲黄段子。还能这个开得起玩笑，还能歌善舞的那种妹子的话，我播啥都不重要，因为都是色粉，对吧？都是喜欢看这个母狼，对吧？假如我是一个小母狼啊，我说这个意思，但是咱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咱是的话，我靠，那还那啥。现在的很多人，那我狼我是听你来讲故事的，你放心，我背景音乐放的是这个，就没有人进来的也会走，就无论你就很多人说小狼我就听你讲三国的，就现在我就在讲三国演义的这个剧情，你放心，也是照样有人走，而不是会留下来。我就你不信啊，你可以试一下啊。所以说很多人我就喜欢看我狼，但其实呢，大多数人啊还是选择就是你最起码有一个背景，我得愿意看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，你讲什么故事我都不稀罕啊。播《生化危机》好看，你认为好看，有的人不好看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有几个人播这个什么，有几个人他是播这个单机游戏的，然后呢，他就是说，播那种单机，大伙都能看啊，有点意思。然后呢，他一旦换成恐怖游戏，然后人气骤减。好，每次都把人砍成2半啊！虽然说对方是机器啊，但是太变态。就一旦播那种带一惊一吓的恐怖游戏，瞬间走1半，最少1半。比如说这个人贵宾是1000个，啪就变成500个了，贼准啊，贼准。那有的人还愿意看呢，对吧？有的人还愿意看那种恐怖游戏，对吧？这个就没办法。有的人就是我狼，你什么三国战记，什么核心弹头，我不愿意看，他妈有前途吗？你对吧？你还是播97呀。我狼说你不应该放弃97，我说我播呀。他说：“那你就应该以97为主。”我说：“我他妈的，他没有比赛，我怎么以他为主啊？对吧？你就好比现在那个街机游戏，没有好的记录，没有那么多经典的游戏。我现在播三国、合金、恐龙什么，就惩罚者，这都播就不能再播了。我现在我要换一个冷门的游戏啊，就比如说多冷门呢？比如说啊，随便挑一个吧啊，就是你们从小都没见过的。”啊，有人说好像挺好玩的呀，结果你一播你会发现准没人啊，准没人，这没办法。啊，户外主播，我播户外也行，播户外我觉得需要团队。需要团队啊，需要助理，而且呢，最好是什么呢？就咱们，就是你播户外的话，就是你在想，就是我播着户外，我要是给头上装摄像头是最好的，第一人称视角嘛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们又看不到我如果要是对着我自己，比如说整一个那个腰带啊，或者整就那种腰带上带一个支架，然后对准自己那种，也不太好，限制你的动作发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还看不着弹幕，就是如果你第一视角你看不着弹幕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可能需要那种转播的助理啊，可能说是需要怎么样，还得有一个助理帮你看弹幕啊，大家可能理解我意思吧？比如说你这边有一个手机，你这边有一个手机，就当摄像头啊，对吧？然后这边有一个助理，然后放着弹幕助手，可能拿个笔记本，
专门帮你处理一些问题。你做的大了一定要这样，甚至你还得有个团队，你得固定有个摄像机，就你得带个笔记本电脑，然后这个电脑呢装手机卡，对吧？然后或者说是怎么样，或者说直接就是可能就有网，它就有这个有网络啊，甭管是什么网络，它有网络，然后直接就用电脑装摄像头直播，然后甚至不是装摄像头了，装那种大的机器了。户外我也可以播的啊。以前我想尝试播这种户外或者说是真人这种，比如说那时候我还想找牡丹江的老炮儿，然后呢这个讲牡丹江的故事或者讲黑龙江的一些故事，但是现在想想有啥好讲的，对吧？强子，对吧？等你半天了，对吧？才来啊！可明说吧啊，祥生找我了啊！祥生呢是我的小兄弟，可我这帮兄弟啊，对吧？做小买卖挣点钱，可我这帮兄弟啊还指望他养活呢啊！对吧？你这故事讲讲也就无所谓了。户外很累的，我锻炼身体行啊，但是问题也一样，你得有点节目啊，最好有点美女。我看他们播户外还有那种露营的，还有什么探险的啊，什么玩意儿第一天，什么玩意儿第二天啊，享受美食的，对吧？这都有。好，这个操作还是有点难啊。但好在可以无限年强，这都可以的啊。我播啥都行。其实有的时候我播那个什么还好，我播那个我就哪怕我就在喝酒。我前两天我记得大伙记得我在喝酒。喝酒的话呢，人气我看了跟现在都比不了。现在最起码是143个贵宾，我喝酒的话呢，大概是80个到100个之间。那其实还是看内容啊，他还得跟着这个机架走啊，跟着这个机架走，没办法啊。多爬山的有个缺点啊，我们这儿不像那个大城市，山也没有太牛逼的。虽然说有个牡丹峰挺厉害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不是大城市啊，有个非常难的一个点，真的非常难的一个点啊，就是说没有信号，你怎么整？就到某一个地方，它真的没有信号，那没有信号，我是没有能力播。我那时候还想整个什么闯关游戏，什么街头采访，或者说是一些东西的啊，比如说像这种专门找一些节目做个什么闯关，比如像那种答题，类似于像什么幸运52啊、开心词典呀那种啊，对吧？我当时有想法了，我刚举办小狼传媒的时候是有这个想法的，真的啊。我操，一切两半，太变态了啊！播户外也有的时候挺难受，而且你也知道，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期间，我们这播户外，你斗鱼有的时候都封你，你疫情期间你溜达啥不好。我那个时候，而且我播户外所有的那个回放都没有，就是我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解封了，我立马爬山去了。我爬山，我记得我开过直播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过直播。但是呢，我没往上爬，因为没有信号，它就是没有信号啊，那很难受的啊。可以啊，我开户外我是可以的，要是，但是现在啊，如果有人赞助的话，我这句话我并不是恶心，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帮帮我，咱们也不是说不务正业，也可以考虑播这个户外的感觉怎么样，我可以写个小剧本，就是说我这个剧本不是剧本啊，比如说就像那个玩游戏似的。对吧？咱们我先找点我朋友，说难听点，免费的这种演员吧，也不是演戏啊，就是真的是，比如说咱们就是我设定点游戏内容，整个电脑屏幕，然后整个 APP， 比如说咱们一起，对吧？这个答题答游戏，咱们跟观众参与不太好参与，我让自己整的也没啥意思，对吧？就好比像当时你记不记得斗鱼举办过那个很多主播线上找个主持人，然后呢一起玩游戏，对吧？看谁赢，然后发几个火箭，我记得大伙儿有这个印象吧？就去年还有呢，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啊，对吧？有啊，然后现在不办了，就跟那个二次元的那个区，然后那个女的现在已经不在斗鱼了，那个主持人叫洛洛吧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一个短发的妹子啊，愿意 cosplay 的，对吧？她还 cosplay 过爱大王呢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啊，我有印象很深的啊。然后还有那个跟乔碧罗一起那个叫什么情死啊，对吧？也是啊，我记得大家有印象，就像那种游戏，我线下找点妹子。啊，找点妹子，找点哥们儿，然后呢一起玩点游戏，
但是我为什么说得有人赞助呢？我其实不是不要脸，我是不要脸，我承认不要脸。但是说呢，你像你给我点信心啊！如果说有人不是这个不要这个赞助啊，我就最起码说有大伙说能来看，我就最低底线就是，你不能说我播完了之后啊，好多人就连看都不看啊，就觉得精神病啊。是吧？因为我刚开始做肯定做的不是很好嘛，然后这是一点，再有一点就是可能有几个大哥过来捧捧场。说白了啊，这个你也不能强求，咱这个点呢就是抛开心窝子说话。我这么说呢，就是不要脸在前啊，但是呢我是要好好做啊，这都可以的啊。挨大王是 cos 比较多的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一个机器人啊，它是我手里拿着一个。这个会自动跟踪的这么一个这个大炮啊，但是呢，可以看到它也会体术，跟他打的话呢，明显还是这个2管血，跟他怼着打，有的时候就宁愿自己受伤也要怼着打，无所谓的啊，直接打爆。这个不行，人形的切不了2半啊，它可能是有剧情，不让你切2半，可能太过于残忍啊，不让切2半的啊。好，辛苦了。我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我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。眯了一下，还不想睡啊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好，这剧情非常的长啊！哎呀妈，时间这么长啊！好。我住牡丹江，以前老家，我以前老家是东方红林业局，播户外还挺好，还可以带货的，真的，播户外还可以带货啊，对吧？OK， 看看。这是啥？这是个岩浆的大机器人啊，岩浆手锤。但凡有红色金属的，一般都跟岩浆挂钩啊，确实比较赖的啊。斗鱼户外没有前途的要去。其实一样啊，你做不是前途的问题，我个人觉得呢，就好比什么呢？你好比像那个辛吉飞似的，他去哪个地方都能火，就是甚至有的人还得邀请他去这个地方呢，对吧？你来我这儿啊，但是斗鱼肯定不会，因为斗鱼主要是主打还是游戏，你文娱，对吧？你文娱或者说是什么秀场什么的这种，或者是户外，可能比其他的还差点啊。你现在主打还是游戏啊，对不对啊？OK，Mission Start。飞哥抓住了所有这，所以说还是有能力的啊，对吧？你户外的节目做的足够好，你确实牛逼，你这个节目好，你就牛逼啊，真的，是吧？当然呢，平台好呢，可能人家也愿意在你这个平台里做，对吧？因为你比如说你像抖音的话，它用户基数大，做很容易起来。现在是这样的，不过你借着这个你像我如果在斗鱼播，我不是播户外，我在户外我也是格斗区的户外，我尼玛有啥意思啊，对吧？但问题在于呢，你现在借着这个东西，你可以，你最起码不像那个素人啊，你是重新播户外，我操，你去抖音开播，你还得先吸一个粉儿，然后再开一个直播，然后再怎么样，你像这个就现成的，当然确实，辛吉飞啊，不是辛吉飞啊。辛吉飞倒也没啥，他说删了就删了，但是我个人感觉就人还是点有能力，就
包括你说白了，我觉得瓦龙也是能力啊，什么马老师，就是我说的就是对吧？马保国也是能力，真的，在某一方面就能达到，就你到哪儿都一样。你现在如果马保罗不被封杀，当年他直接去抖音也好，还是去快手也好，人直接就，你别管是不是来嘲笑他的，赚钱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谢我们大哥看一眼手牌，一手大金卡。感觉现在这个他这个游戏的这个能力处理啊，可能有点不太那个啥。现在呢，游戏剧情啊，也就刚刚是，对吧？刚刚这个43%-4%啊，不到一半啊，所以说，可能现在咱们这个能力还不是很完全啊。其实有中文版太好了，想当年咱们玩很多游戏啊，从 FC 到这个什么街机到什么的啊，没有中文版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尤其是有一些能力，你没有中文或者解密啥的，没有这个你不知道啥意思，你知道吗？迷宫啊，就你不知道啥意思，你就很难玩。所以说，好多游戏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明白，做的都是英文版，并且呢不会整的太麻烦，让你感觉到好像他妈的逼逼赖赖的啊，就那种啊。哎呀妈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还不如刚才那个网盘呢，没有一次性。好，游戏剧情已经过半了。不是那个文哥是这样的啊，那我就下那个什么也一样，我可以那个下载下来，但是顺序得整清楚。现在就是可能剧情比较长，好几个小时嘛，难道？那如果好几个小时的话，一次性播不完，就有很皮的啊。你如果说这一个完整的剧情8个小时，我操，也挺讨厌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洛克人的系统很固定，4个小关1个剧情关。好的，你看这个龙，它跟那个刚才那个第一次上的那个冰龙不一样吗？而这个龙为什么尾巴能发呀？什么黄蜂尾后针呐？这不是龙啊，这是蜜蜂型的龙，是吧？卡卡的。好，咱们这里面，你看带的这个宝宝啊，宝宝也是各种各样能力。好，看看这个地方好像可以直接跑到左上角，你看有隐藏的地方啊，感觉你跑到上面去肯定是有一些隐藏的东西。这游戏血量还是不太够的啊，一个不小心就嘎嘎费血。不过好在有一些小怪，这个都可以帮你补一下看。就是说如果你只要你能打 BOSS， 只要能打 BOSS 啊，咱们就可以没什么问题。刚才你可以看到，马上掉下去之前，咱们还可以浮起来啊，这个挺逗的啊。OK，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仪式感呢？好的，这是什么？天马座，天马流星拳，放屁带连环，啊！天马座啊，这有小翅膀子，有点东西啊。就是他每次见到 BOSS 之前，一定要先进一个门，然后走到这个门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个屏幕还得有一个卡顿啊，不叫卡顿，就平移。然后呢，走到这个门，再走到一个门那个地方，然后再有一个卡顿，大伙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啊，就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一定是那种就是有仪式感啊。精灵技能是这样式的啊，你看它这个地方设计的特殊技，你像这种呢，它这个天马。好，换这个能量球打了，一炮直接打死。这个 BOSS 挺难啊，我看啊，真挺难，因为他发的那种技能有的时候全屏雷，你咋玩啊？有点变态的啊。
好。好，你可以看到现在，咱们从140多个这个小伙伴，直接变成120多个小伙伴了。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实际的人数啊，现在实际的人数虽然说也是骗主播的，但是实际的人数呢是1038。刚才播《三国战记2》的时候是1700多，也就是说少了将近一半人，700多个啊，这就很难受。还有包括有一些常年挂在我狼直播间里的，所以说这个游戏，不是这个游戏就是不吸引玩家嘛，对吧？就是不吸引玩家的啊，非常的皮的啊。OK， 这一关是看起来有点像植物的关卡，好多这个障碍啊，需要用火属性的去烧它啊。那个人感觉应该是木生火，对不对？你对吧？你火克金，而不是火克不是。对吧？而不是这个火克木啊，而不是这个对啊，而不是火克木，对不对？但个人感觉呢，能理解啊。反正这玩意儿又不是阴阳五行，遁入幻境的，对不对？瓦兰国庆快乐，距离4星还有啥呀？距离4星距离4星还差4飞，人头已经够了啊，人头已经够了啊。好，直接打爆，这是个大虫子啊！但是无论是啥，都是机器。就这个，它的这个世界观里面，所有的东西，你看起来，无论它像什么，它都是机器，都是机器啊！就是模拟的，就即便它是他妈的植物啊，它也是机器。好，把这俩刺儿扎一下多疼啊！现实生活中，从他妈900多米高空上摔下来，直接摔刺儿上，直接扎爆了个屁的，对不对？小狼电影啥时候播呀？我不知道，电影跳票了。好，这上面有一个，你看，你可以烧着过去，然后上面有一个隐藏的路线啊，非常的赖啊。洛克人有这个隐藏路线什么的啊，其实是最正常不过的。好，直接走。哎，这个也是一看是不是声音是个女的，然后呢这妹子啊，你看这是个植物的妹子，但是看起来就有点克苏鲁啊，对不对？有点这种感觉啊。不过好在它非常的不肉，砍再砍，旋转小陀螺直接砍，最后一刀2半，就喜欢近战啊。大家伙看不看到？就好多游戏啊，好多这个游戏近战比远程更受欢迎，但是远程的操作啊其实更好一些。近战的呢，你比如说玩地下城，玩的最多的就是近战的，尤其是以这个，对吧？这个狂战士，对吧？战士就是拿刀的啊，就比较火。植物人，晚期就是植物人啊。好 ，Mission Start， 直接换炮，感觉主武器这一共就3种啊，这个。感觉这一代的这个玩法啊，就比较简便一些，不像那种，可能是有一种什么样的，就你必须得学会这个技能，或者你得有这个装备，或者你有这个，对吧？这个人的能力的属性，你才能打另外的一个 BOSS 啊。虽然说也会有啊，但是我感觉就是不是那么明显的感觉，对吧？都是近战去砍，因为是 Zero 嘛，对吧？啊，然后你如果说是那个。那比如说你学会了这个技能，你才能打这个 BOSS 啊。比如说你会薅油根，或者跳起来可以朝下扎，可以正好克制这个 BOSS。
尤其是洛克人啊，就是咱们 FC 版本，你先打哪个 BOSS， 对吧？都是预定好的。如果你不是这么预定的话呢，虽然说也能过，但是特别难。啊，这个 BOSS 看起来啊是火属性的，这个是小，我直接炸爆了一个叹号，换成，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该补给要补给的。我操，这个大火焰冲击波！哇靠，这个冲击波太有视觉震撼了啊！太有视觉震撼了。来，上面有补血的，该吃啊，对吧？不吃是有点狗的啊。啊，那个刚才那个红色的那个就是发冲击波的那个地方啊。其实这个小精灵啊，这小宝宝，我觉得它发射的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你可以选嘛。而这个小宝宝发射的这个道具，有的是可以困住，有的是可以增加什么伤害、元素伤害的这种感觉。能量槽，还有负能量槽。开始。好，一顿旋转小陀螺，这是一个蜘蛛龟甲，哎，这个地方有点像魂斗罗了啊 ，MD 魂斗罗的这个版本的感觉。好，蓄力，等它完事儿，升扛的3下攻击。哎呦我操！这一刀没砍着，不过无所谓的事儿啊。这是忍者神龟啊，这旋转小陀螺啊，蓄力。啊，又没砍着，哇！啊，这个时候可以用咔咔砍。重装机兵没有啊，而且 FC 的 RPG 类型游戏我也是很少玩啊。好啦，升扛吧，无所谓的事儿啊。何苦来呢啊？遭那罪呢？反正又不是没有血。其实这么跳，你看这么跳是可以跳过去的，但是你看何苦来呢？等他让开一个身位，一刀劈死。为什么这个没劈成2半？这属于光芒四射的 BOSS， 直接给你传送走啊，也自爆了，要不是被人崩死了啊。你能进 A 一臂通关《三国战记》，那是火。蓄力就不能劈2半了，那太无聊了啊！蓄力的话不应该说劈2半，应该直接一斩，然后何止是2半啊，直接就那种有点不是那种2半，有点像那个月华剑士那种血腥模式，直接就夸太快了，然后这个人已经2半了，但是慢慢就是上半身移下去，就倒了，上半身下半身分开了，那更有震撼感啊！但是现在反正因为它属于那种就是大家可能理解吧，就是就什么那个叫血腥模式嘛，好多游戏都有血腥模式啊。对吧？调成血腥模式，我觉得就月华剑士啊是最实惠的，就你把人砍碎了，砍啥的，比如说斩首了什么，但是呢，尤其砍成2半，尤其是我说的那种，就刀太快了，一刀下去，这人没啥反应，往地下一跪，然后那个身子被你打的那个印儿，尤其是斜着的，直接就滑下来了，那怎么办？非常的牛逼的啊！你那不是《三国战记》第1人，那是游戏第1人了。我感觉跳变高了，看不看见啊？跳起来在空中可能这个滞空时间变长了，而且跳高了啊！好，这是一个道体的一个 BOSS。其实现在好多游戏不让播也是很正常，都能理解啊。这个踩的东西怎么踩着踩着往下掉啊？这个设定你看，就增加你游戏难度了。又升上来了啊，可以。好，直接砍爆。其实游戏血腥一点也就跟分级似的，电影的血腥了也是对吧？
也不让人看，好多就是比如说像3级的话，就是18岁以下是不能看的啊。但是咱们国内这个大陆啊，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香港，好像这个电影好像还不像现在这个，好像还因为它不一样嘛啊这样。但是呢，那个大陆的话，咱们电影目前还是没有分级制度的啊，不让你播就是不让你播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就是什么年龄，你包括电视也是啊，你看那个孩子拿遥控器或者喊一个什么小爱同学啊，对吧？在呢，然后你播啥就能看，你想分级分不了，你不像说有的频道啊，比如说什么成人频道，你加密了或者什么的，只有成年人才能看，或者说怎么样啊，对吧？能理解吧？好了，这个机器人有个牛角机器人的感觉啊，牛角机器人帅的一批啊，但是呢，帅是帅了点，你跟他硬扛无所谓的，对不对？能砍2半吗？我操！这2半砍的真过瘾，但是机器人砍2半无所谓啊，它不血腥的，对不对啊？它不血腥啊。好，再传送走。异常开放的电影，那你不那是不用说了，没啥异常开不开放了，好多电影都挺开放啊。但是开放也，你得好电影才行。就是大伙儿要记住啊，不是说你开放了，你的电影就是好的，对吧？你好比现在《引入尘烟》已经下架了，真的，《引入尘烟》已经下架了，你想看你只能下载，你找地方下载观看了，反正是下架了。至于为啥下架呢？可能仁者见仁吧。啊 ，OK， 这是太空站，这个哥们儿。在控制台里面啊，其实如果看明白这个剧情啊，也没啥。有的时候你就是了解这个游戏的背景啊，就是这个剧情，比如说他是什么，他是坏人好人，有的时候你对吧，得通过剧情来分析。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是被黑化了，或者被蛊惑了啊，系统给被人侵入了，可能他能救回来啊，对吧？你可能能解救回来。刚才是一个大剧情啊，所以你看，但凡看那个 BOSS 啊，长得跟以前的那种每一关都经历的小 BOSS 不太一样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重要的剧情。啊，这个跳如果不轻的话，还是有点难度啊。好。OK， 我操，右边的墙是个刺儿，有的时候就为了不让你那啥，你看那个精灵又带你扶着上去，这样其实好多了。你一个不小心掉下去了，摔死了什么的，多那个啥呀，多欺负人呀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啊，你就得有一个补救的措施。想到你像这个精灵可以救人，就想当年我玩的那个游戏啊，那个游戏不就是三不童子，其实是这样的。你看你三不童子是不是就是啊，有个鹰，你玩简单模式呢，鹰是无限的。你玩那个中等啊，就说白了玩这一共2个难度嘛。你玩那个模式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鹰啊就不是了，它这个鹰呢就是你得买啊，你得买啊，你掉下去之后呢，那个鹰可以把你救上来。好。其实这个呢，它也不是说技术不好啊，老掉下去，主要是为了快点，就为了快速啊，就必须得快速一点啊。好，来，又是你，这个 boss 打过一次了啊，这 boss 打过一次了，但是他现在。不是，按理说是没打过，可能是这个人，但他换了武器啊，看不见，换了武器，激光炮，对吧？外加这个
啊，这不一样，这个能力还有，但是它多了一个激光，还多了一个榴弹炮，看不看见？有点像那个大枪了啊。好的，这样的话给自己补血了，血量不够了。这个 boss 挺凶狠啊。是我能看出来人是打过了，但是武器系统换了。太惨了啊！好，这好多还是没翻译过来啊，咱也不知道啥意思。来，改变世界啊，是我们的这那的。这里是反抗军，有个小剧情。哎，这个感觉都是绿色的小贝雷帽啊，帽子挺好看啊。好，谢谢大家来传送吧。这个大剧情应该是过去了啊，你往后还得有剧情的啊。因为作为一个最终的 boss， 肯定不会长得这么衰，必须有点梗，而且还得有变身。你不可能说打一下就死了，还得再变一招啊，对吧？你如果说上来就死，对吧？你被打完直接就死了，那就不是 boss， 那就是小懒闲子啊，对吧？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？就是纯捡垃圾死得啊。妈，诸神黄昏是什么鬼？来个彩虹桥。神之黄昏啊，不叫诸神黄昏，叫神之黄昏，一个意思。是否传送？传送完毕。这个洛克人 Zero 啊，他刚才那个姿势加这个小精灵球，你们看没看见？想当年咱们玩那个拳皇对街霸，俗名叫拳皇对街霸，其实呢，它名字叫 SNK 瓦斯的卡普空。那个游戏里面就有这个洛克人啊，那个里面就有洛克人的啊。好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一顿这是有点像机械迷宫的感觉啊，有点像机械迷宫。这是有点水关什么的，这是进入到了真主线任务啊，周边的这个任务已经打完了，开始走这个主线拯救世界了。在那个游戏菜不，你玩的你觉得菜，但是高手玩的也觉得菜。但我的意思是啥呢？它不是菜不菜的问题，它功能很好啊。我记得当年我解说过 Zero 的 TAS 表演，相当的帅气，真的很帅啊，就是 Zero 的 TAS 表演啊。好，这首音乐挺盖啊！啊，上方的地形啊，这个门都是有一定的迷宫的感觉，可能是让你做完所有的小任务才能最后开启那个门的啊。感觉有这个精灵实在是太爽了。这游戏如果要做卡片收集，是不是也挺好的？好，光剑、长矛盾什么的，还有波炮，它也能发，可以发炮，可以有这个长矛，啊，也可以这个用光剑，啊，是都有，而且还有那个什么，能召唤出小精灵。对吧？召唤出那个给你补血的啊，还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啊。然后同时呢，超必杀我记得也是有，啊，可以看到这是大能量储啊，感觉。小音乐就挺嗨的啊，对不对？不是 GBA 的游戏都是卡片搜集啊，你包括合金弹头也是啊。但是卡片搜集，如果全搜集的话，这个游戏会比较磨叽，我感觉啊是这样的。好，这是等这个什么这个东西，哇，一个直接炸掉，还得再等。不行啊，这个炸好像炸的早了。哎，炸早了呀！这小精灵很讨厌啊，好吧？好，这个够了。你看。这就很难受啊！
啊，必须得勾引出来，然后再打。这个小精灵讨厌死了。好。OK， 还不够啊！你看这不行，你必须得勾引过来，先勾引出来。这小精灵，你这讨厌死了啊！这得考验耐心。好的，终于完事了。这确实得考验耐心啊！自己想炸炸不了的啊！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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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粘墙，只要能粘墙啊，这非常好。哎，看这个武器也是啊，这是大钻头，其实它这个跟那个矛是一样的攻击动作，它可以跳起来朝下扎的啊，可以跳起来朝下扎的啊。这个 Zero 3伤光剑，我记得之前我解说的那个 Zero 了啊。然后呢，他是啥呢？这个洛克人呢，就是黑化了，他要亲手杀掉自己战友的啊，杀掉洛克人的。他好像是睡了多少年，刚睡醒就这个 Zero， 然后发现世界变天了，然后拯救世界啊。我记得那个什么啊，这洛克人还有一个上来就可以调秘技，可以选一个黑色的洛克人，那个是什么版本？那好像是世家土星的版本啊。上来可以选一个黑色的洛克人，隐藏角色，啊，也是一样，近战和光炮都能用。上来这个能力就是很厉害。当然呢，没有最终的这个，你也得收集不一样的装备。我忘了那是哪代了，那是4代吧？但是他洛克人是哎也不是4，叫什么？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啊。你可以上来选一个黑色的啊。它必须得有这个警告的这个声音啊！这关的 BOSS 是一个四处乱撞的球。好了，就变成了一个眼睛，然后这说白了，想要打一个无伤这个游戏啊，用 TAS 做啊才行，人脑做的话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个能看得出来的啊。能。啊，血量呢？对方还剩一点多血啊。这个 BOSS 主要是打起来磨叽，发射子弹的时候你只能躲，就比较皮啊，这是啊。当。OK， 砍2半了，这是普通砍的，这都能砍2半，别点爆，这是一个正常的 BOSS。这个 BOSS 确实挺那啥的啊，就是挺考验耐心的，确实挺考验耐心的。PS 我还真不知道啊，我知道世家土星有 ，MD 有，超任有，啊 ，FC 就不用说了，都有。这是个洛克人，我个人感觉是个大 AP， 但是呢。就是他就是喜欢玩的人特别喜欢玩，不喜欢的人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！就是说洛克人这个游戏，就喜欢的不行了，很少，这种人不多。不喜欢的人就是你比如说像今天来看的不愿意看，128个贵宾可以代表民意，对吧？可以代表民意。你比如说同样是同样是大 IP 游戏，你即便是你播那个
FC， 你比如说播超级玛丽，只要你播超级玛丽，我告诉你，瞬间200多，270-80，你信不信？真的，在座的各位信不信？你只要播超级玛丽 ，FC 游戏呢，画面也不是很好，或者说你播什么？你比如说你播一些比较冷门的游戏啊，就不是说冷门啊，就是说也是小游戏啊，就是反正也会很多，比如说拳皇，你播拳皇99，哪怕是瓦郎自己打，也照样人不少。但是人少人多啊不重要，重要的还是说，现在也能看得出来，还得是礼物啊，得有核心粉丝，对吧？这个礼物这个东西呢，你不能说它就是怂恿咱们怂恿各位小伙伴是，对吧？月收入2-3千，吃着泡面还给我狼送礼物，那不现实。但是确实是啊，现在考核最重要的就是礼物啊，这个就能懂了啊。超级玛丽真比这个有意思。其实呢，有没有意思的？我个人感觉，要是我的话，我是不会玩超级玛丽的，我绝对会玩6个人的，我绝对会玩别的游戏，不会玩这个超级玛丽。我实话实说，这点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并不是说我飘了，大家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你想啊，就超级玛丽有真不好玩。其实相反，超级玛丽就是它的玩法配上情怀，就是玩法配情怀。你肯定会说了，超级玛丽现在有马里奥制造，人气非常的高。那可能它难啊，对吧？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玩法，而你原版的超级玛丽照样人气高，就是占一个情怀的人，跟97似的。好多人瞧不起97的啊，对吧？没办法，那97确实还是火啊。洛克人比较难，我觉得吧，我还是觉得情报不准确。其实好多游戏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上手，很多游戏是什么呢？上手难。但是玩进去了越来越简单，有的游戏是上手简单，玩进去了越来越难。三国战记1就是上手特别简单，对吧？很多人都玩三国战记1，都没有说什么专门为了去学这个怎么玩，就能玩。看一看别人我就能玩，对吧？你像这些什么恐龙快打什么的，但是你玩着玩着你会发现，不行了，太难了，玩不进，就是越玩越难。比如说啊，我天王难度，我5进那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而有的游戏呢，上手特别难，玩下去就简单了。像《战国传承3》，它就是2个极端，《战国传承3》就是上手难到让你理解不了，精神病啊，就精神病，你觉得你玩不了，但是呢，玩进去的就比较简单。你像那个拳皇，为了主打联机啊，你像拳皇主打联机，像最开始玩97，虽然说97玩到后面也难啊，但是97入手比较简单，越往后越难，什么无责任呐、什么指令头啊，什么压键呐、木压呀，啊，格斗游戏的东西它都有啊，它确实是难，但是它是入手也简单。97你们觉得入手是不是很简单？实话实说很简单，但你让你现在去玩那么拳皇2002，玩拳皇2000，你会发现你上手都上不了。对吧？2002对吧 ？BC 连，你说白了你就点会呀，你不会 BC 连，你玩个鸡巴呀，对吧？你就没法玩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再就是，对吧？你但是你上手了之后，2002反而不是特别难，但是上手时间有待商量，你可能上手时间得需要好几个月，甚至是好几年，对吧？玩进去了就看你的发挥了。而拳皇97上来你就能玩，但是玩着玩着细节就在那里。是这样的，我跟大家伙讲就是啊，同样啊，就是上手难，你也不能说什么。你看这个地方感觉想往上爬，你看这个地方就考验你的操作了。但是你最好还是抓着上去啊，他这么，对吧？哎，节奏好就能上去，节奏不好就没招啊。格斗游戏以人斗也不是这么说啊。对吧？我拿格斗游戏举例，很多人不贴切，其实一样的。刚才我先举的就是《三国战记》，对吧？你《三国战记》现在你说我能天王一命，可能也就是个民间高手吧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能天王进宝一命吗？进宝加进血一命，这不可能的事儿啊，对吧？你现在你能这个说进血加进宝能一命通关的人都很少，啊，对吧？但是5进1币的人也挺多的。好，又是开始了，每一个传送把所有的 BOSS 全打一遍啊。这是老洛克人的传统了啊，把所有的 BOSS 都打一遍啊，懂的都懂啊。而你三国战记就这样，那你如果说你三国战记2呢？三国战记2，我告诉你，上手特别难。那个时候我们看三国战记2，必杀都是放宝放必杀，然后又这个那个的啊，就不太懂啊，这个怎么玩啊？不会。
但是你上完手之后，那个游戏也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难了，就是《三国战记2》或者是2P， 对吧？你比如说《三国战记1代》的那个官方改版《风云再起》，它就是对一个上手特别难的一个游戏。你不会那个连招，你就别想玩。但是你上完手了之后呢，还好，你别想着摊分就行，你别老想着摊分啊，我想，对吧？我想刷分什么的，你先那个啥，对吧？你要风云再起，你上手你可能连升级你都不知道咋升，对不对？这一个意思啊，咱们一样的，我们唠这个嗑，我在游戏解说界，我为啥给我打这么长时间了？我太了解。上手难的游戏，很多人认为，对吧？这个观看率比较低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啊。洛克人确实上手难，超级玛丽上手简单呢？你们觉得超级玛丽上手难吗？我觉得简单，但是越玩越难，越玩越难，对不对？啊，而这个，是吧？而这个洛克人就是上来难，越玩越简单。好，该给你补给都会给你补给啊。这个虽然说每个 BOSS 该打一遍打一遍，但是也有点血就可以打。好的，天马。管道工，你要是不是管道工，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如果是管道工的话，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白了超级玛丽嘛，超级玛丽上手对于新手来说很友好的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对吧？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啊！就我觉得就是一般人都能玩，但是你越往后越难玩。咱倒不是说到那个第8关的第4关不知道怎么走迷宫啊，那都是小事啊。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啊，能懂的都懂。你像坦克大战上手也非常，对吧？也是挺难的，因为坦克大战不只要保证你自己存活下来，你还要保证你的老窝不被人打了。如果你老窝被人打了，不废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上手其实不简单的，但是呢，玩着玩着就简单了，尤其是双人配合，对吧？好，直接打包。还有最后啊，还有这个地图里的最后一个啊，嘟。当当当。好，这怎么大母鸡是什么鬼啊？这是个鸡，口口大啊！这个是狠啊！马戏团不，马戏团啊！我跟你讲，就是上手挺难。很多人说上手是第1关，你觉得简单？不是，我说的上手啊，就是上手挺难。但是你玩会了就不难了。你甚至现在有好多人玩 B 模式啊，不到5分钟通关了啊。以往它就没什么别的难度，就很多人觉得难就是跑马那个地方，然后呢这个荡秋千那个地方觉得难啊，其他还好，对吧？其他还好。下蛋攻击中的战斗机偶用。等到哪天那个上传就是下载的话啊，用这个百度网盘下载，不开会员，我感觉得下载好久。不过呢，上次也是下载好了，我下载有点那个什么，有点现在先打开网盘，百度网盘，然后把文哥发给我的这个复制一下啊，提取码。好，
下载，哎呦我去 ！OK， 直接走。啊，下面还有2个 BOSS， 哎呀妈！挂着吧，我估计明天晚上应该能下载好。传说中150的速度啊，150 KB 的速度，我尼玛，太嘚了啊！导都是啥意思？反正这玩意儿是你怎么砍都是啊，砍2半啊。还剩哇，这感觉就是上面4个，下面4个，一共8个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是一个羊，一看出来啊，不，羊去了，这是一个龟呀，一看出来就是个龟。刚才那个姿势还以为是个羊。恐龙危机1改编模式，简单难度，通关第2回、第3什么什么的啊。现在先挂着下载，正好我这边要挂着上传，我那边那个视频也是，我看我这边百度网盘。现在上传咱说完成，6月21号。好。OK， 6月20号，6月30号，挂机上传啊，正好可以挂着，我正好那个啥。新建文件夹，2022-37，好。OK， 感觉这个屏幕后面都在震动啊！你看这个全是这是月球啊，还不是什么的，看，就是星球上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后面都在震动，感觉是像世界末日了一样啊，感觉像世界末日了一样。好，升上来，来看看这是什么鬼？大祭司啊，这是啊，这是大祭司，属于是看。这一共这是3管血，是4管血啊，兄弟们看一下。但是呢，虽然说会瞬身之术，而且会大魔法师啊，可以召唤石头什么的，但是呢，血量也非常多。只不过呢，攻击方式也就这么回事啊，对吧？打着，我可以一直对你进行输出，这个问题就不大。好。さすがだな、英雄。我らの悪夢だ。なめるな。哒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非常折磨人啊，这个 BOSS 啊，这必须得会变身，你知道吧？必须得会变身。好，就是不行了，没有血了。他这能给自己存血，也是一个，对吧？
但是呢，如果是要有那种复活甲的类型就比较好，像那个孙悟空那个就有类似于像复活装置啊，就是《西游记》FC 西游记世界，就比较凶，啊，直接砍爆了，这应该就是最后的了啊。直接砍爆，完活啊！天气等级普通，天气还有等级啊，这个就感觉怪怪的。好了，神之黄昏沉默，开始崩溃。这跟那个漫威那个诸神黄昏啊，雷神那个有什么区别？好了，终于给了一个仰视视角的小妹儿啊，这小妹儿身材不错啊，该说不说的啊。好了，看看这个肯定是活着的啊。那最后不活着肯定是不行，我们快进一下就好了啊。好了，看看流星，保存数据嘛？这保存数据是什么鬼啊？这个因为是掌机，所以说要保存数据。OK， 这个游戏就是这么回事儿，有等级，然后最后的剧情呢，懂的都懂啊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啊，我们就简简单单讲这个游戏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，兄弟们。